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30日啊！咁啊，首先咧恭喜晒大家啦！如果大家持有中國嗰個股票，就算冇啊，有買 MPF 嘅呢幾日咧都暴漲啦，成交咧4000-5000億一日喎，真係厲害啊！咁呢個原理就係點咧？我自己咧，大家知道啦，我持有咗港交所嘅，咁啊港交所咧，我係今日咧最後將我大部分嘅貨都賣出啦，而家可能剩翻即係原有持有嘅2成嘅貨左右啦。咁啊330蚊嘅時候咧，我就掛咗牌就賣出咗大部分嘅貨。咁啊，仲有一啲咧就未到我心目中嘅價，所以就冇買到嚇。咁啊，而呢個嘅港交所暴漲翻，其實就係背後嘅故事係咩？背後嘅故事就係中國呢幾年咧，就係用暴力嘅方法去壓制咗唔同行業嘅發展，包括教育培訓業。原本咧中國有1000萬人咧係從事教育培訓業嘅，咁啊尤其是係學英文啊，考呢個 IELTS、TOEFL。咁啊，結果咧就係5-6年前咧，習近平就係推出咗一啲嘅政策，咁啊雙減政策，令到教育培訓業咧5年內咧就少咗超過一半嘅從業員，由1000萬咧變到去得翻400-500萬。咁啊，最大嘅教育培訓機構嘅新東方啊，都要改變佢哋嘅生存模式，變成咗網紅帶貨。原本教英文嘅導師名師變咗網紅帶貨，呢個犀唔犀利啊？咁啊呢個第一啦，咁啊第二啦就係白酒業啦，然後就係有呢個嘅遊戲機業，咁呢啲咧本來係明星股嚟噶嘛，騰訊咁明星股嚟噶嘛，受到嚴厲打擊。阿里巴巴、螞蟻金服集團，咁呢啲咧又受到嚴厲嘅監管，喺上市前嘅幾個鐘頭抽起咗呢個嘅螞蟻金服嘅上市喎。咁我當日咧好多人都抽咗 IPO 噶嘛，我都去抽 IPO 噶嘛，結果咧就係即係要選手啦，要令到利息咧就係蝕咗本啊！有啲人抽 IPO 嘅時候，咁啊呢啲咁嘅原因咧就令到咧全世界過去嗰5年股市暴漲。美國嘅2大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啦、道瓊斯工業指數啦，去到歷史新高。倫敦富時100去到歷史新高。然後咧呢個嘅台灣個股市、日本嘅股市去到歷史新高。咁但係咧，香港股市同埋中國股市就低迷喎，呢個係一個主要原因。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房地產爆雷啦，因為中國咧個房地產喺過去嗰10幾年咧受惠於高鐵政策，就起咗超過咧20幾億人可以居住嘅房屋，但係中國得14億人嘅啫嘛，咁所以咧供過於求嘅情況底下咧，房地產咧始終會爆雷嘅。咁呢個結果過去嗰幾年啊3-2年啊。中國個房地產爆雷，房企就崩盤啦，然後咧銀行咧就借咗好多錢俾啲房企，咁啊結果銀行咧就變成咗系統性金融風險喎，就好多銀行咧提款困難喎，咁所以中港股市啊就係好低迷啦。而家咧中港股市係暴升啦，但係你睇下而家都係21,000點啫喎。過去我就強調咗幾次啦，我估計就算回升啊，都唔會升翻好似以往啦38,000點啊呢啲咁嘅情況即係而家美股由歷史新高跌翻落嚟，咁佢都係貼近歷史新高啊。咁但係而家港股要翻去歷史新高，上證指數3000點鬆啲，要去到歷史新高5000點，仲爭成2000點喎。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中港股市咧，始終有一個結構性嘅系統問題嘅。你唔解決呢個系統性結構問題咧，佢短期嘅反彈咧，呢個我叫做偉哥效應。因為而家咧教育培訓業咧又話要鬆綁啦，拆牆鬆綁，咁所以咧又多翻人補習啦，多翻人咧接受呢個培訓，咁啊經濟搞活啦。咁然後咧大城市咧，譬如話上海放寬咗限購令咯，咁呢個咪短期刺激咗呢啲地產啊相關嘅概念啦，建築業嘅股票啦。咁但係呢啲都係偉哥效應嚟嘅，因為咧中國經濟咧始終係周而復始嘅。就係咧亂完就管，管完就死，死完就放，放完就刪，刪完再管，再管再死，再死再管，再管再刪。咁啊，所以呢個就係中國經濟個特點啦。過去嗰幾年啊，習近平新時代之後就係用咗呢套方法啦。咁啊，有啲人又話：喂，你講習近平上台咧，就導致到中國經濟下行喎。但係唔係喎，10幾年前習近平上台嘅時候，中國仲係相對貧窮，好多乞衣嘅喎。咁喂。你要留意翻黨中央嘅文書政策喎，習近平上台嘅時候係18大，18大仲係屬於改革開放時代，去到19大咧就屬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喺嗰個時候咧，中國經濟原本由講緊保8保9變到保7保6，結果而家就要保4啦。每年嘅 GDP 增長咧就係跌啦，
就下跌，下跌咧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冇接近10%嘅增長咧，就好難跳出所謂嘅中等收入陷阱喎。呢個就係習近平時代咧，去到第2個任期，甚至乎第3個任期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呢個叫習近平新時代啊嘛。習近平新時代就有別於咧呢個嘅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叫做改革開放時代，同埋習近平第1個任期都係屬於改革開放時代嘅。咁所以習近平第2個任期開始咧 GDP 增長咧就放緩啦，而失業率開始就攀升咯。城市嘅失業率咧，城鎮失業率就去到5點幾個 percent， 比起英國啊，比起歐洲啊3點幾 percent 係高好多。呢個係城鎮失業率喎，就係因為有啲人咧翻咗鄉下躺平。失咗業喺城市就生活唔到，翻咗鄉下躺平啊嘛，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呢個結構性問題，去到青年失業率咧，去到超過2成幾以後咧就唔再公布青年失業率啦。咁嗱，今日重點講嘅問題就係新加坡同香港嘅雙城故事啦。新加坡咧就喺過去幾年咧受益於香港，因為咧國安法種種嘅原因就係撤離咗去咗香港，去咗新加坡。咁好多大陸嘅資金咧都以新加坡作為一個嘅投資地方。咁當然新加坡有好多天然優勢嘅，尤其是咧喺家族辦公室度咧，新加坡咧雖然佢嘅家族辦公室少過香港1倍以上，但係咧佢卻係擁有咗全球嘅家族辦公室咧最多嘅總資產淨值喎。咁呢個犀利啦，因為喺新加坡開家族辦公室咧，要講緊5000萬嘅新加坡紙先開到嘅，香港咧就要300萬港元1年嘅使費就可以開到嘅，咁所以香港嘅門檻咧，你有幾千萬就可以開到啦，就輕鬆好多嘅。新加坡就唔同啦，要講緊咧，即係呢個嘅以億元嘅港元計咧，先能夠係營運到一個家族辦公室。咁所以新加坡咧本身咧就有一個優勢，就係吸納到好多中東嘅資金同埋大陸嘅資金。中東嘅資金咧，為新加坡就係第一有好多穆斯林啦，本身因為馬來西亞、新加坡本身咧亦都有好多馬來人，咁穆斯林咧就容易同佢哋溝通。第二佢哋嘅設施咧，因為穆斯林眾多嘛，廁所又有穆斯林嘅一啲嘅設備啦，可以沖洗啊，而商場咧又有祈禱嘅地方。咁香港咧呢個咧就天然上咧係冇辦法吸納到中東嘅資金嘅。而呢個嘅新加坡又吸納到咧過去嗰5-6年啦大陸嘅資金啊。而家新加坡嘅富豪10大富豪有70%咧都係嚟自中國嘅新移民嚟嘅喎，咁所以新加坡咧佢好多嘅優勢喺度，但係咧而家出現咗個新聞啦，就係新加坡嗰啲大陸資金咧回流嚟香港喎，呢個犀唔犀利啊？回流香港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因為咧美國對於新加坡銀行嗰個監管咧係好嚴厲。呢個嘅稅收啦，有冇啲涉及到美國嘅投資嘅稅收啦？打擊洗黑錢嘅活動啦，咁呢一啲咧銀行咧喺新加坡咧開始就係收緊得好嚴厲啦。喺過去嘅1年，咁我自己咧喺新加坡有公司戶口，亦都有呢個嘅個人投資戶口嘅。新加坡咧嗰個資金限制咧，而家係越嚟越嚴謹，就係打擊洗黑錢啊。咁所以尤其係中國啦，譬如話呢個東南亞一帶一路有好多咧涉及到即係官商嘅錢啦。涉及到嗰啲政要嘅錢啦，KK 元嘅錢啦，喂呢啲去新加坡咧係好容易俾人查到喎。結果嗰啲大量嘅家族辦公室咧，去到新加坡之後發覺水土不服，要搬啦。咁要搬去邊度咧？而家香港吸納家族辦公室啊嘛，咁結果咪有唔少嘅家族辦公室係大陸人嚟嘅，就去咗新加坡。結果咧，新加坡嘅銀行咧就有諸多嘅限制，要求佢哋提供咧非常之嚴厲嘅文件嘅要求。好嚴格，咁佢哋提交唔到嘅時候，佢哋咪要走咯。佢哋仲可以走去邊呢？去咗新加坡，咁最終咧有部分咧選擇翻嚟香港嘅。咁但係咧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可以開家族辦公室嘅地方就係杜拜啦。咁但係問題，杜拜同中國嘅關係又係好嚴，即係又好密切嘅喎。咁新加坡咁可能有個獨立性喺度，但係新加坡咧政府又唔係好歡迎呢啲所謂嘅唔係咁透明度嘅家族辦公室啊。咁所以佢哋冇選擇底下咧，只能夠翻嚟香港啦。因為去杜拜開，同喺香港開，佢哋覺得都係同中國密切嘅地方，咁不如喺呢個嘅香港開啦。香港開咧個行政成本低，呢個嘅稅收亦都低，咁所以有部分嘅資金咧係翻咗嚟香港嘅。咁對香港嚟講都係件好事嚟嘅，因為過去幾年咧好多香港嘅金融業券商不斷咁結業執笠啦，而家有一啲嘅生意咧會搬翻嚟嘅。咁但係問題呢一啲嘅生意係咪飲鴆止渴咧？因為佢哋喺新加坡捱唔到落去，就係因為俾美國嘅金融機構監管咧係非常之嚴厲，所以佢哋就捱唔到落去，就搬嚟香港。香港係寬鬆啲，但係因為香港嘅寬鬆咧，美國嘅金融機構咧監管嘅程度咧，對於香港可能啲銀行唔聽，
但係會唔會進一步因為咁嘅原因，令到香港嘅銀行同埋競爭力下降呢？佢吸納嘅就吸納咗一帶一路嗰啲錢啦。咁但係對西方嘅接軌咧，就會慢慢咧有區隔咯。咁所以呢一種情況底下咧，就係好可能啊，令到香港同新加坡咧就一者走向咗更加透明開放嘅，一者咧就更加走向咗一帶一路嘅兩條路啦。呢個大分流就出現咗咯。咁啊，但係坦白講啊，而家咧就係話金融即係深圳一個智庫所做嘅金融機構排名啊，香港就係因為咁樣擊敗咗新加坡啦。就重返咗亞洲第一，成為咗世界第三喎。紐倫港又翻咗嚟，過去嗰幾年咧就係紐倫升，而家就係紐倫港呢個深圳嘅智庫同倫敦嘅智庫合作。但係如果講呢個嘅經濟實力咧，香港同新加坡根本唔在同一個軌道噶啦。你睇下啦，而家咧香港嘅 GDP 同人均 GDP 完全都唔係同一個軌道嚟嘅。雖然香港嘅 GDP 今年嘅增長係 2.9%， 新加坡係 2.1%， 但係之前我係解釋過啦，香港 GDP 增長好大機率咧係依賴於出入口業，而嗰啲出入口業咧只係借香港作為一個中轉地方出口嘅啫，實際對香港嘅經濟咧冇太大嘅幫助㗎。咁而呢個嘅香港嘅人均 GDP 而家係幾多咧？而家係呢個嘅63,63000蚊700蚊嘅呢個美元啊，人均 GDP， 咁啊出年啊估計去到66000啦，呢個人均 GDP 係66000左右，咁啊即係用今年嘅年尾計算66000，咁66000人均 GDP 喺世界上嚟講當然算係非常之高啦，呢個香港嘅故事，咁啊大概係幾高咧？同倫敦接近啦，同呢個倫敦同英國接近，同倫敦咧仲係有距離嘅，咁啊英國咧呢個嘅人均 GDP 咧而家就係66091，咁啊略高過香港即係200蚊度啦，咁啊呢個係全英嘅，因為農村啊、威爾斯啊、蘇格蘭啊嗰啲地方咧，相對嚟講咧就係經濟冇咁發達啊嘛。但係如果講倫敦嚟講咧，倫敦都仲係高過香港嘅。咁啊呢個就係英國嘅人均 GDP。咁當然喺香港咧係即係嘅錢好使好多嘅，因為嗰個購買力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喺香港咧嗰個服務質素亦都高啲啦，稅收亦都低好多，咁所以人均 GDP 論英國同埋香港係接近，但係同樣係稅收低，同樣咧購買力高，因為購買力高咧，佢新加坡隔離就有馬來西亞同埋泰國，甚至乎去印尼、越南呢啲係相對近嘅地方，佢哋呢啲地方咧個指水係好低嘅，消費咧亦都係喺用新加坡元去咧就係非常之強勁嘅，咁所以同香港一樣，香港鄰近就係中國大陸啊嘛，去台灣啊嘛，咁所以咧香港同新加坡咧嗰個消費力都係高嘅。英國你攞住英鎊去歐洲度消費咧冇乜特別優勢喺裏邊嘅喎，咁所以呢個新加坡咧嗰個即係經濟啊，其實遠遠就拋離咗㗎啦。新加坡咧人口係遠少過香港200幾萬，咁但係 GDP 個總量就高過香港好多。咁啊，而且咧，佢個人均 GDP 咧係88000.45，咁啊高過香港咧接近2萬美元啊！咁呢個根本係不在同一軌道嘅。如果講佢嘅經濟力量，咁啊呢個回歸前咧，香港就係略領先新加坡嘅，但係呢個20幾年咧此消彼長，咁所以香港同新加坡咧係不在同一個軌道。如今咧，新加坡咧就係因為房地產過熱啦，過去嗰幾年好多香港人。好多國際投資者，好多香港嘅總部搬咗去新加坡，所以令到咧新加坡嘅租金係上咗歷史新高。咁所以新加坡政府咧就要嚴厲打擊啦。咁啊亦都加咗呢個外國人嘅印花稅。咁啊而且咧新加坡嘅銀行咧就監管咧係即係去到好嚴厲。咁所以就導致到一啲咧非健康嘅錢咧就去咗香港。咁當然啦，水清則無魚嘅。香港喺呢一個即係所謂嘅透明度冇咁高嘅情況底下咧，監管冇咁嚴厲嘅情況底下咧，佢就係的而且確吸納咗一啲嘅水位嘅。咁呢個亦都係香港以往嘅歷史嘅呢個角色嚟嘅。譬如話以前清朝嘅時期係嘛，咁香港就係做鴉片貿易同埋鴉片金融業而起家噶嘛，就係呢啲所謂嘅冇咁高透明嘅。咁但係問題香港已經搣甩咗呢樣嘢咧，好長時間啊嘛，喺過去嘅30-40年，香港係搣甩咗鴉片呢啲所謂嘅叫做黑市經濟。咁但係如今呢個家族辦公室一帶一路嘅資金好可能會重回嚟香港咧，咁呢個係短期咧對香港一個好消息嘅，但係長遠嚟講，我認為咧係會削弱到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
一個健康嘅發展。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偉哥效應啦，係咪啊？偉哥效應就係短期用政策谷咧，當然係谷得起噶。呢個李家超嘅家族辦公室政策短期谷咪，因為佢哋個監管冇咁嚴。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門檻低好多，所以必然咧有啲家族辦公室會湧入。但係長遠對個國家經濟有冇好處呢？對個社會經濟有冇好處呢？對就業有冇好處呢？呢個就係我認為對有錢嘅人、最白手套嘅哋係好處嘅，但係對基層咧或者中產階級咧好處不大。中產階級同基層咧會係因為呢個嘅中港一體化、大灣區同城化而導致到佢哋嘅生活咧有翻天覆地嘅改變。各行各業會結業執笠。當各行各業結業執笠嘅時候咧，人工同鋪租咧就會回落啦。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喂，喺大陸性價比高好多，但係佢不斷上去消費咧，始終咧佢哋就會失業，同埋會減人工，去到一個均衡點，就係大灣區嘅人工、租金、消費力都會同城化嘅情況底下咧，就會達至到一個平衡嘅。咁呢個就係我過去嗰5-6年嘅分析理解啦。結果就係有部分都係發展咗出嚟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呢個嘅中國近代史課喎，今日會復課嘅。咁因為上個星期就本身有堂嘅，但係我病咗，所以順延到今個禮拜。咁所以下一個月嘅朋友咧，再咧又可以聽翻抗日戰爭嘅歷史啦。OK， 今日講到呢度，用15蚊美元咧就可以載到呢個嘅中國近代史無限重溫嘅 plan 嘅，15蚊美元一個月啊！用年費訂閱咧仲有 discount，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啦，知識有價。今日講到呢度，拜拜。